是2025年的4月12日，然后委托我录一下关于这个理财什么做 T 这方面的一些信息。那我觉得只说做 T 啊，这个外汇买卖的做 T，这个有点太狭义了。先是广义的介绍一下我对理财的一些看法，然后把这个屏幕缩一下。好，看看啊。那么现在看到的这个 PPT 呢，先介绍一下我对这个理财的一些看法。首先呢，就是资产是什么？实际上，广义上的资产呢，它不只包括现金呐、房产呐、黄金呐、股票啊，不止这些，还包括什么？自身接受更多的教育啊，到外面去看到更多的世界啊，对世界的认知水平更高了，这种提升啊，包括自己的这种健康的投资啊、健康的积累啊，其实都是资产。那么今天这个 PPT 呢，就狭义的讲现金、房产、黄金、股票，哎，这些可见资产的一些原则。我理解是这样的啊。现在这边我给了一个比例啊，现金和黄金啊33%，房产33%，股票33%。这是我在20年前一位留美回来的老领导跟我说的，应该这样来分布自己的资产。但我们回头一看，我们会发现，其实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会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它的房产所占比例可能远远超过33%，几乎是80%到90%。啊，老百姓持有的这点现金呢，很多都存到银行去，可能也得占10%吧，10%。那最后这个现金和黄金的这个存量呢，应该远远小于这个什么？不是现金和黄金，是股票，我说错了，应该是股票现在的价值是远远小于这个33%的，可能1%、2%都没有啊，是这么一情况。但是在一个正常的市场情况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分布的比例。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有的国家利息高，有的国家呢股市呢比较糟糕，哎，有的国家呢它的这个现金流量啊。比较大，有的人可能存黄金啊什么的，自己存硬通货是吧？各有各的好处。就像有一句老话叫盛世的收藏，乱世的黄金。就是说乱世的时候就是黄金和美元是吧？那是硬通货。盛世的时候呢，什么股票啊、房产呐、古玩呐、字画呀，哎，它会价值比较高。这是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社会环境导致的，所以这只是一个广义上的一个说法啊。我仍然认为这个分布是有一定道理的啊。这个是不是跳了？怎么能回去？好像是跳了，这玩意儿还是不习惯，好吧，那重新来。在正式介绍我其他的概念之前，我先把这个警告说了。这也是我理解的啊，就是首先，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提的很多观念是我个人的，那么有很多专业的理财人士会告诉你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你在网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文章、各种各样的视频，那么他们做那些视频的出处原因是什么？有句商人的话叫无利不起早啊。他们使劲把一只股票炒热了，就是把你套进去，是吧？让你也跟着买，然后怎么样？所以自己一定要明白，你知道的，你被新闻推送到的新闻是别人希望你知道的，是别人在进行软文的舆论引导，一定要小心。第二件事就是，当你想到的各种各样的理财方法，其实那些职业经理人那些学金融的专业学金融的人，他们必然想到。必然想到，你说你多聪明，那把你那啥，我觉得除非你真的是聪明到那啥了哈。第三句话就是，不要赚最后一个铜板，自己的预期收益、预期计划达到了就结束，不要贪多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啊，这是我个人的真实的理财回顾啊。
所以我觉得我从理财这个什么时候说起呢？说太早了也没意义，因为没钱是吧？那会儿也不懂理财，就是在我32、33岁之前吧，基本上有点钱就存银行吃利息是吧？这就不算了。紧跟着呢，在2023年呢，这个有了一部分资金，然后我选择了这个双币挂钩。最后因为别的原因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大方向选错了。那为什么会大方向选错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美元本身是处于这个低水平啊。什么叫低水平啊？就是它当时的美元指数是81还是82，对人民币是6.06啊。当时美元的利率很低啊，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低位，因为它在调节美元价值的时候，它只能是升息了加息了，这个没有继续降息的可能，因为降息就像日本，它降到负利率，那这几乎是零嘛，对吧？你不能说再低了，再低了人家真把钱取出来了，就拿着玩了嘛所以我觉得。当时双币挂钩选择把自己的资产换成信息来源，是一个大方向选错了的一个最终结果，并不是双币挂钩这个产品本身的问题啊。然后2016年的时候做了2个月的股票这个当时是以国字头为主，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股票的买卖。后来我太太觉得我太累了，因为天天老得盯着那个价格的这种变化。太累了，就把这个放弃了，把这件事情。当时干了2月，就是拿手机上做嘛，是挣了5000块钱吧，然后是2023年12月，那个时候呢，我突然发现我原来做的这个北京银行，降得很厉害，它当时的这个年化收益率已经达到了就是那个多少，4.7年嘛。就是很高的一个收益率了，大概就是5年就能回本了，那么一个很高的收益率。所以我在4块3还是4块2的时候进了一批货大概4块4开始，然后它再继续降的时候，我不断的补仓，然后到4块8毛8的时候我就出境了，就把北京银行全部出境了。那是应该是在2024年的年初挣了6000吧，5、6千块钱。买了自己这个 iPhone 15给自己一个小奖励这是北京银行。现在北京银行已经是6块0几分了但是我说的最后一个铜板不正就是这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超出了我对北京银行这个股票的信心因为待会后面会提到有些风险提示然后2025年就是在刚刚过去的2、3个月里面呢，我在这个把自己家的资产呢做了一些外汇交易。这次我的交易的方式主要是把现金买成日元，然后呢，在最近呢，日元从160最低160日元兑1个美元，现在已经涨到了143兑美元。我的收益率大概是6%到7%这个我是采用了无杠杆，用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进行的这个外汇兑换交易。我觉得这种方法呢，是我现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太太才让我说一下这个做 T 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好，这个外汇交易呢，主要分成2种，一种叫挂单，一种叫挂单和获利委托这都是一种方式，就是我现在不成交我只是告诉你说我在这个中国银行上下单叫获利委托，比如说我到142日元兑1个美元，那个时候我执行，我可能是因为142日元兑1个美元就更值钱了嘛，所以我可能卖掉50万日元来买入美元这个就是设定一个目标，获利委托。另一个就是立即执行立即执行呢，就是我现在按照当前的这个汇率直接进行买入卖出注意，在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呢，它都有2个价格，一个价格呢叫买入价，一个叫卖出价。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市场行为有人在这个市场上挂单说我愿意142块5我卖出日元，有人挂单说我愿意这个144买入日元
这等于就是在挂的那个地方。然后你去了，如果你立即执行，你就是把一个挂的单给他结了，哎，给他买了。比如说他挂了142.5块，他卖日元，那么你说我买，我就买了，你等于付给他美元，拿到日元就行。那么获利委托就是你把自己的这个什么东西啊挂在那个地方，我愿意142啊，到142涨到142的时候，我才卖这个日元。那你就挂一单，别人看中了，那他就会花钱买啊。那所谓的这个做 T 呢，就是因为这个汇率啊，其实会上上下下的不断的波动。就过去的这个20天里面，川普在发疯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汇率呢，腾上下不断的动啊，不断的变化。那么我们在这个背景下面，就可以根据自己对这个市场的判断，在低点的时候啊，就卖出。在高点的时候呢买入。那也许你听我说这个高点低点比较乱，因为它跟股票不一样。它比如说美元对日元是吧？这个比值啊，142日元对1个美元。那如果我现在手持的是日元的话呢，它变成140对1个美元，那我就赚了，对吧？那你如果手持的是美元的话呢，那我就赔了嘛。所以这个听得有点乱呢，自己要实际的算一下，想一下。这是我说的这个外汇交易的这个理财方式啊，这种所谓的做 T 呢，也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的，因为比如说我在这个前面曾经买入过一些纸黄金啊，纸黄金，我大概是1250美元每盎司买入过纸黄金，然后随着这个川普当选第一次当选的时候，然后就陆陆续续的呢，这个黄金上升，黄金升值，等到了1400美元每盎司的时候呢，我自己买的这些黄金的大概也有30个盎司吧，就陆陆续续的就卖出了。结果最肥的那口肉就是从1400美元每盎司一直升值到现在，好像应该3300美元每盎司了吧？这块肉，然后我就没吃到。这个比较遗憾啊，就是卖得太快了，就是这种获利委托的时候，这种做 T 的时候，过于小心了啊。有人说长期看好的话是可以多持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到今天，虽然日元已经升值到143了，我仍然还持有大概40%的日元资产啊，日元现金资产啊，我还是有信心的啊。然后谈两个这个。不是谈两个，就谈一个概念，就是存款利率。内涵存款利率，如果你这个应该都明白吧？你到银行存去的时候，人家付你年化利率多少，对吧？你用信用卡借款啊，信用卡说我要收你多少年化是这个利率啊？这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存款和贷款的利率差一定要达到2%，这才是。金融机构它要挣的钱，如果小于这个啊，多半是有骗子啊，多半是骗的，更大的可能性是有问题。比如说有人告诉你说，哎，你看我2%的利率，我把钱贷给你啊，这个有问题，那肯定有问题啊。第二个概念呢更抽象一点，就是存款利率是什么呢？我认为呢，存款利率是固定资产收益率的方向。挺绕口，什么叫固定资产？比如说你有一个房子，你房子出租以后，你每年能达到多少钱？拿每年拿到的钱除以你房产如果卖掉的那个钱那个房产的总价值，那你每年等于就获得了什么3%啊、4%啊这样的一个房租收益，这就是你固定资产的收益率啊。我们经常在小红书上看见说你到日本买个房啊，然后做成民宿啊，你这个年化收益10%。这一定是骗人的，你怎么识别它是不是骗人的呢？你就想，如果有一个日本人啊，这个日本小同志，这个为什么不买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贷款利率大概也就3%嘛，因为它存款利率几乎是0啊，是吧？3%顶到头了。那一个日本人他为什么不自己去银行贷点款，把这个房子买下来，然后他自己出租能拿到10%的收益率呢？那他只需要付3%的贷款利息啊。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傻人呢？我觉得日本人肯定不傻，他肯定比我聪明。所以很多时候你应该明白，就是过高的收益率，或者是
过于乐观的东西背后一定有它的原因啊。也许你攥着的，你看到的是希望获得那个利率啊，那个收益率，别人看中的是你的本金，一定要小心。那么刚才谈到这个房屋的这个租金的收益率问题呢，我这边也介绍一下我对房产就是一种固定资产的一种我的看法啊。一个是房产应该实现租售比20年啊，租售比就是当你租一个房子住的时候，你发现你每年交的租金乘以20年啊，就是你20年要付的租金就应该是你购买这个房子的成本啊，价钱。如果这个高于20年，那么就说明你的租金低了，租金低了，你大概率就是继续租就好了啊。另一个评价一个房子价值的方法就是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如果这个收入水平不吃不喝，就这个收入水平8年的收入应该是等同于购房的这个价格的。如果高了啊，如果你的收益8年之内你就能买下这房，那你就早点买吧，是吧？就说明这房价低呀，这样的。谈到房屋资产呢，这里必须强调，房屋呢这个资产有2个致命的危险，第一个就是自然灾害对房产的致命一击。这一点就是有可能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日本的这个租房收益率很高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日本的房屋呢受到这个像富士山的火山喷发呀、南海海槽地震呐这样的影响，它的这个房产价值会一夜清零啊，一夜清零。据我了解，现在南海海槽这个日本官方发的这个南海海槽的地震，在未来20年发生的概率超过70%，这个数字还会再调整啊，可以查一下。这样的威胁一定要注意，因为比如说你投资一个房产，你投资了100万，然后你是希望每年获得5万的收益，然后你20年收回成本，结果第3年来个地震，你全没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租户的伤亡造成的这个致命影响啊，就是包括他自杀呀，在你房子里面自杀呀，什么都会对你的房产价值产生致命的影响。在很多地方，如果租户在房间里面因为触电啊，因为等等原因出现了意外伤亡的话，这个房主是要承担连带的责任的，有的责任是有限的，有的责任是无限的。那我认识个美国朋友，他有30多个公司，他这些公司里边95%的公司，这个公司财产只有1套房，只有1套房。然后这个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就这1套房，这个房子出租，如果真的出现需要巨额赔偿的情况下，他就会让这个单独的公司破产实现这个有责任的，不是有这个叫什么有上限的赔偿，以保障自己其他的资产安全不至于赔一个底儿掉啊。这在有的国家是不能实现的，比如有的国家它要求房东承担无限责任，这你就没有办法了。然后是说股市，刚才我们说了房产、股市、现金是吧？现在是股市。那股市呢，这里边一定要强调，就是有些国家的股市呢，其实并不是股权投资然后分享市场收益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股市的就是股市拿出来的财报拿出来的数据是经过了很多修饰的，就是没有这个社会舆论监督发布的这些市场数据，它的运营数据，公司的运营数据是不可靠的这一点在某些国家是不行的是不能用的另外呢，就是在某些国家呢，你把自己的资金投资到外国的股市和外国的房产是属于非法行为他们法律是有规定的，这里要特别小心最后呢，就是稳妥是一般稳妥的东西投资都是低收益一点，然后高风险的呢就会有比较高的这个收益，这也是事实。在这个什么时候做高风险，什么时候做低风险的时候呢，要有一定的配比这个就像我们一个朋友举的例子，说人生就好比多少个球在颠4-5个玻璃球在颠，有健康
有教育啊，有住房啊，有什么在颠。那他认为呢，其实有一个球呢是永远不能掉下来的啊，就是这个健康。就像这样，就是说你确实有一两个可以高风险的投入啊，这个比如说你可能在一个有些动乱的地方、有些不安定、不明确的地方投资房产，那也许你投资成功了，它的收益率就是1000%，对吧？好了，就聊这些吧。啊，如果有什么新的信息，我再补充。